嗨，大家好，我是木頭人。今天我要來開箱一台很實用的機器。操作圓鋸機一直是很多木工人很害怕的一件事情。今天我要開箱的這一台就叫圓鋸送料機在大部分情況它可以代替你的手去推送木材。那我就不說太多廢話了，我就直接來開箱這台機器給大家看。這台機器可以切多大的料，那最小的料可以切到多小，我都會測試給大家看。那這台機器主要分為2個部件一個是磁吸座，還有一個就是送料器本體因為像一般市面常見的圓鋸送料器它其實是必須鎖在圓鋸機上面的，在拆卸的時候會很麻煩那你有時候用不到，你要在那邊拆螺絲把機器給拆掉所以使用上會比較不方便一點。那這一台機器的好處就是它固定送料器的方式是用磁吸的方式那我現在拆的這個箱子就是磁吸座的部分。磁吸座的旋钮，再磁吸座本人，底下這個保護的瓦楞那一個說明書，送料機。一個送料机底座，再來是送料機本人那這個送料機重量不重這個磁吸底座還比這個送料機重一點。然後下面還有一些配件螺絲。那我先把它組裝起来，那它會有個中文說明書這台送料機有2個用法一個是用磁吸座的方式可以很靈活的快拆那另一個方式就是用鎖的要鎖的話，它有附這個鑽孔的貼紙你要照着這上面的孔位去鑽孔，就可以把這送料器固定在你的圓鋸機台面上。那因為它是用磁吸的方式所以你的圓鋸機如果是塑膠台面那可能就沒有辦法使用那現在就要先把這個送料機的底座鎖在這個磁吸盤上面就一個緩衝滑絲配一個螺母先把這個座給鎖上去接下來把這個配件把它固定上去這個位置是讓你的送料器轉向用的。接下來要把這個 L 型的這個軌道把它卡進這個圓槽裡再用這個配件這裡有個6角孔嘛，剛好是對應到這裡配件裡面有一個比較短的這個螺絲2.5公分的配一個緩衝滑絲，要從這邊鎖進去要鎖到這個孔位裡面來這個 L 桿要先把它放在台面先把它敲下去這樣子敲下去會比較好鎖像這樣就固定好了在這2個配件要把它卡進去這2個孔裡面先把這個配件放進去，這個圓地方剛好對着剛剛這顆球那這個螺桿先把它鬆開從這邊看這個圓柱就把它卡進去這樣卡進去之後再把它鎖住它本來這樣是會活動的嘛那這個旋钮把它轉緊之後這個部分就固定住就是用來調整這個壓輪它跟我們那個木料有沒有平行來調整用的現在可以把它轉到這樣子鎖緊送料機這一邊現在就組合好了先放旁邊再來回到底座這裡
接下来就剩下這個部件還沒有組裝了。這裡的螺絲剛好對這個位置把它卡進去，旋鈕把它鎖緊。好，這樣就好了。那這個孔位就是要固定送料機的這個鐵桿。那這兩個螺絲就要配這個，把它鎖上去一個滑絲。這一頭就要用這個配件跟一個螺絲L 桿上面有螺紋的這一邊要朝下。然後卡進去之後，轉這個螺桿，我就可以通過裡面的齒輪調整這個位置。那後面這兩個螺絲就不能轉太緊它基本上就是含在上面而已。等這個 L 桿都已經穿過去之後，這兩個螺絲再把它稍微鎖緊一點就好了。就是要注意這兩個不能鎖太緊鎖太緊它就沒辦法活動了。所以就是一個緊度。自己抓一下。那剛剛這下面還有一個螺絲沒有鎖到。磁性座這裡會有個把手，要把它旋進去。大家來看一下這個結構。它底下就是一個頂塊把這個頂塊往內收的話，這裡的磁鐵就會吸在台面上。那你如果要把這個磁吸座搬離台面的話，就是把這個旋鈕往內旋這個頂針就會往台面的方向轉那就會把磁鐵跟那個台面分開那現在這個送料機就組裝完成它可以調節的旋鈕有很多像這個是調整傾角嘛那這個就調整它的轉軸那這個位置鬆開轉這個黑鈕我就可以調整這個桿子的位置輸送輪上面這個黑鈕鬆開，我就可以調整這個輸送輪要壓的角度還有跟鋸片的平行度那這台送料機就已經組合好了。那剛剛大概花了半個小時在組合，組裝上是要花點時間不過因為它有附這個中文的說明書所以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問題不懂的話就是重看一下我剛剛的影片那接下來我就來實際測試了把它搬到我的圓鋸機上面。磁性座這邊的這個旋鈕現在它這邊是有縫的所以現在的狀態下我都還可以搬動如果把這旋鈕往後退這邊的磁鐵就會完全吸附在這上面那現在要搬動就搬不了了，因為它下面那個磁鐵強度很強那從這邊看的話就會比較清楚我旋進去底下就懸空了接下來就要來調整這些角度了现在我先來調整這個輸送輪跟這個靠板的角度先大概把它抓平行再來調整這個輸送輪的位置，調整角度。我剛才自己測試了一下這台機器那在安裝的時候有很多地方要注意首先我就先來講它這個輪子在擺放的時候應該要怎麼調整。那一開始在試可以先把鋸片先放下來不要凸出來。大家可以看它有3個輪子它鋸片的位置，鋸片最高點大概會落在這2個輪子中間這樣子鋸片比木頭還要高的情況下才不會鋸到輪子。那現在把這旋鈕旋開，把機器放下來那你要切的木頭可以先放在底下讓輪子直接壓住它，這個扳手鬆開，然後再轉這個黑色的旋鈕讓這個機器跟重切靠板有一個距離接着再鬆開這個黑色的鈕那現在我們要調到出料輪這一邊跟進料輪這一邊大概相差3米里左右意思就是這個壓輪它必須是斜的不是跟這個靠板平行平行的話在木料推送的時候
它就沒辦法確實靠緊這個靠板哦，所以它必須要往右前方傾斜哦。我可以看到我這邊是密的嘛，這邊現在大概有6mm 的縫哦，而這個量大概就是3到5mm 啊，沒有一定多少，那你可以自己去試，反正就是一定要有個斜度哦。那我現在大概抓個5mm 左右，接下來大家會看到我這個壓輪哦，它不是一個平行的哦，平行的放在下是會像這樣子嘛，可是實際上操作會像這樣子哦，它這個面有點這樣翻哦，往內翻一點。它就是只會壓到裡面的木頭哦，裡面的木頭會送出來了，那外面的木頭切斷之後就會停在這個位置哦。再從側邊這裡看哦，可以看到這個鋸片高度就是比要切割的木頭高一點哦。那最高點會在這2個輪子之間哦，所以它是不會切到輪子的。那上面這個旋鈕是調整轉速，這裡的按鈕它可以正轉，也可以逆轉哦。正轉它就往這個方向送哦。哦，那逆轉了，它就往反方向送了。像我剛剛把木頭放進去之後嘛，我料輪壓緊之後，我現在拿不出來了，我就可以先用逆轉把木頭送出來。像第一次校正完之後，我們就要記住這個磁吸座它的位置哦。像我們下次再擺上來，就不用在那邊找它的正確位置在哪，就可以在軌道上用麥克筆做個記號。那大家可能有注意到，這個方向沒有調整高低的結構嘛，所以實際上在操作的時候是用這個旋鈕哦，跟這個旋鈕來控制壓的位置在哪裡哦。像我如果換一個比較高的木頭，哦，它現在就傾斜了嘛，哦，所以我要鬆開這個黑色的旋鈕，我再把它調到跟這個台面水平哦，或是跟這個木料水平哦，然後再鎖緊哦，所以它高度的調整是這樣子去做校正的哦，基本上這樣子就全部都調整好了。我一開始可能要花點時間熟悉一下，那現在我就試切這一塊給大家看。開機之前啊，一開始大家不熟，可能要先用筆哦去轉動一下鋸片哦，那確定它不會切到這個壓輪哦，然後就可以開機了。我剛剛這樣試下來，我覺得前後輪哦，大概傾斜大概6mm 左右，這個木料就可以確實的靠緊。我剛才試了一陣子哦，我發現這個壓輪哦，最好是稍微內傾個2-3度哦，壓起來的效果會比較好。我現在來試切這一塊白橡木，高度重調哦。調整高度。大家可能也會發現我們要怎麼控制它壓瓷的力道？它沒有調整
夾持力的機構。所以你如果要調整壓力的時候要怎麼做？鬆開這個，在鎖緊這個旋鈕之前哦，要把這個壓輪往下壓緊，再把它轉緊，就是用這個方式來控制它夾持的一個壓力。再來是一個大塊的這一塊紅橡木，我這個是還沒整料啦，我想試試看沒整料可不可以切啊？基本上，沒整料都可以切哦，那整完料一定沒問題哦。當然我靠的這個面哦，也不能彎的太多，不然沒辦法試。目測看起來還可以。我現在就要試，刚好把這個木料這個邊緣哦，把它切掉。這裡有個缺角，我看一下邊角切掉多少，2.2。那這個靠板先調好2.2。那像这種比較大的板子哦，基本上你的夾持力要夠大，不然可能會推不動哦，所以要往下壓緊哦，再把它轉緊。好，來試試看吧。我刚刚推送的過程哦，其實都還蠻順的哦，只是到中段的時候它有停下來，有可能是我剛剛壓得不夠緊哦。那第二個原因也有可能是因為它這個上面並不是很平哦，所以它可能會有一些部分壓輪就壓不到哦。不過剛剛測起來是基本上沒什麼問題哦。你如果是整過的料是很平整的，基本上就算是這種比較長的料，應該也沒有什麼問題哦。它要比較注意的就是哦。這壓輪在壓的時候，一定是壓裡面這一塊木料哦，不會是壓外面這塊木料哦。這個部分大家要記住。那剛剛這樣試下來哦，比料2公分啊，沒問題嘛。那切乾的大料也沒有問題。那大家可能會想說，最小可以切到多窄哦？那現在我就來試一下。現在試試看切1公分哦。1公分切起來其實是勉勉強強，應該已經到極限了。因為這個後輪跟前輪哦，會有個傾斜角嘛，這個傾斜的5-6mm哦，再加上這個外殼的厚度哦，基本上就已經快到1公分了。所以如果再小於1公分的話，後輪哦會壓不到裡面這塊木頭。
可能就會有點問題不過我剛剛看其實這個殼子是可以拆掉的。那後輪拆掉之後，這個輪子就可以更貼近這個靠板了。我現在試試看6 mm 有沒有可能我拆掉外壳之後最小可以到6mm 左右啦。可是其實會有點問題就是它後面這裡會有點被外面這塊料出來之後，因為壓輪的關係它會被往外帶所以後面有點被掃到。所以6mm其實已經很極限了。那這個外殼它上面其實有個集真空那它現在是塞住的狀況下，你如果要使用的話，要拿錐子把這個裡面那個敲掉。那看了刚剛的介紹大家應該比較清楚這台機器在什麼情況下使用，還有它最小可以切到多小其實演示都還算蠻清楚的它最大的板子可能大概切到15公分那最小大概6mm。我用它來切固定的條寬基本上會很好用在機器的組上面是不難不過在一開始初次使用在調校上面可能需要花點時間去學那大家就記住在測試的時候就鋸片收下來在空氣的狀態下進去試試到說這個木板都可以確實的貼緊這個靠板，木板也不會移開那就 OK 了。那確定沒問題才可以開機來直接切那除了圓鋸機可以使用這個塑料機以外倒吊路達桌跟手壓刨也都可以用當然你的台面必須是金屬的這個磁性做才有辦法吸不然你就得在台面上開孔鎖4個螺絲到台面上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這個塑料機的測試那如果有意願參加這次團購的朋友就點底下資訊欄的連結去表單裡面去填寫資料那跟上次的帶鋸機一樣它的制作期間可能會到1個月然後這一台因為它的磁吸座跟這個輸送輪它是2個箱子所以會有2個箱子的運費這個費用就會包含在最後的總價裡面。那你如果要打抬頭統編記得在備註寫一下那我就會開3年的發票給你那這一部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我們就下次見嘍，拜。